我满心欢喜地在家准备烛光晚餐，想与封爵庆祝第7个结婚纪念日，而他却彻夜未归。直到看见网上疯传一个视频，我才知道我的老公为了迎接他的白月光，筹备了一场满城为之震撼的烟花盛况。他的朋友还故意刺激我：看清楚了吗？你在爵哥眼里什么都不是，乖乖让出封夫人的宝座吧。我看着夜空中无比绚烂的烟火，释怀一笑：你错了，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替身，为什么要入他的眼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封氏集团总裁封爵又一次上了热搜，耗资千万之位在美人生日这天博得一笑，堪称现代版的周幽王。只可惜这个美人不是封夫人。轰轰烈烈的场景被人放到网上，引起无数人的惊羡。罚款1000万啊！是什么样的女人能够让封总如此耗费心力？我看着视频中和我有7分像的女人，心沉入了谷底。是江清月，封爵的白月光。时隔7年，她终于还是回来了。心中说不出的酸胀，可也无处发泄，吩咐王妈把准备好的晚餐处理掉，失落地回到房间。今天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封爵答应过会回来陪我的，可我从白天等到黑夜，等来的是他为江清月准备轰轰烈烈的烟火会，那样肆意张扬、笑意直达眼底的笑容，是我从未见过的。毕竟封爵在我面前永远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仿佛我只是他的下属，一个佣人。我一直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，直到今天取下手指上那枚鸽子蛋大小的粉钻，小心地收好。原本就不属于我的东西，如今也该物归原主。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思索再三，还是签下了大名。我的手在微微颤抖，因为我知道这场单方面的婚姻，只要我说放弃，封爵会毫不犹豫地同意。给封爵打去电话，不出意外地被挂断。无奈，我只能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：以往都是你送我东西，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希望你喜欢。合上手机，我开始收拾衣物。说来也是可笑，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7年，到头来要带走的东西，半个行李箱就装满了。这个家我唯一眷恋的就是封爵，但他也就每个月出现几天，其余时间只有我守着这个冰冷的屋子，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随后没有一丝留恋地离开了。这场爱情的博弈，最终还是我先认了输。回到我自己的小房子，家具上都落了不少灰，我轻轻掸去，眼泪也在这一刻止不住地落下。7年的纠缠，到最后也不过是随手就能掸去的灰尘罢了。有些人，无论你再怎么努力，他永远都不会回应你的。蜷缩在地板上，我就这么过了一夜。第2天一早，手机传来一条信息，是封爵的：少发疯。短短的3个字，足以让我破防。我崩溃地把房间里的东西摔了一地。明明这些年一直是我陪在封爵的身边，我悉心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在他胃痛难忍的时候，还亲自下厨为他煲汤，不顾大雨，亲自开车去给他送加急文件。我以为我在他心里是不一样的，可现实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。这些年我也闹过，他有一个从不允许我进入的房间，里面摆满了江清月的东西。有一次我误入，窥见了封爵对江清月的爱意，他直接勒令经纪公司断了我所有的商务广告，并且警告我，如果再有下次，他就会让我失业。我不服气，明明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打开门看了一眼，于是大闹了一通。结果就是他半年都没有回过家，之后我就再也不敢闹了。
甚至为了挽回封爵，试着开始扮演江清月的样子。他喜欢穿一身白裙弹钢琴，我就褪下一身红，学着他的样子。果不其然，封爵看到和江清月七成像的我，立马就把事情忘到九霄云外。见我认错服软，做出这番贬低自己的腔调，封爵才给了我一丝好脸色，像是弥补我似的，带着我飞上云端，脱离人世的沉沦。而我仅仅只是因为这样，就再次沉溺在他给我编织的假象里。我爱他，哪怕只是虚妄的假象，我也愿意为此付出全部。可是现在江清月回来了，他仅仅是站在那里，我就输得一败涂地，痛哭一场之后，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：云姐，封总下令停了您的所有商务广告。我知道封爵已经看到了那份协议书，这是他给我的警告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我主动让位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好事？楼下传来了喇叭声，我从窗户望下去，是封爵的迈巴赫，后座玻璃拉下来，他面无表情勒令我下楼。他会出现在这里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除了这套房，我在安市没有别的容身之所。上车不是询问，而是命令。我没由来地感到厌烦，本不想理会他。不上车，你很快就会被雪藏。我的脚步顿住了，不是因为他要停我的工作，而是下一句我听到了他说：清月今天也在。对于这个我模仿了很久的女人，我想一窥真容。于是我坐上了封爵的车，刚坐上去，我就闻到了阿玛尼浓烈的唇釉味，想起他之前严令禁止我化妆，说他最喜欢我不施粉黛的样子。我只觉得可笑，是因为我化了妆，就和江清月不像了吧？一路无话，他绝口不提昨晚的事情，只当没发生过。终点很快就到了，是他们经常娱乐的赛车场。爵哥，你来啦！江清月温柔一笑，一袭洁白长裙随风而起，甜腻的味道飘散在空中，与这个摩托车场格格不入。他的身旁全是封爵的好友，各种叙旧夸赞的声音层出不穷，是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融入的圈子。见到我来了，他们全都不约而同沉默地看向我，眼中尽是嘲讽。他们都是一同长大的好友，江清月和封爵更是他们中的领头人物。也许是我太想走进封爵的生活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讨好过他们，换来的是更加的鄙视。想再想来，是我太天真了，察觉出气氛有些尴尬。江清月上前轻轻挽住封爵的胳膊：这位就是云小姐吧？江清月伸出手，但我并没有和她握手。我的老公让别的女人随意地挽着，而我却不得不笑脸相迎。幸会，伸出的手并没有人握，周围传来许多不满。封爵也有点不高兴，也是，我让他的心上人没脸，他当然不高兴了。老封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就是不怕清月不开心吗？江清月一言不发，其他人的唾沫就足以淹死我，还学清月穿白裙，真是东施效颦。怕不是觉得这样就能留住老封？封爵一句话都没有帮我说，只是随意地点上一支烟。良久，江清月享受够了，终于出声阻止了周围人对我的贬低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乱说，我只是爵哥的妹妹而已。他轻启红唇，嘴角略微有一丝不屑。不过嫂子倒是真和我有几分相像。说着，他轻轻捶了一下封爵的肩膀。你怎么这样？封爵没用拒绝江清月的亲密行为，这态度足以表情一切。即使此刻他看着我窘迫的无地自容，依旧是面无表情。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除了面对江清月的时候，江清月仿佛胜利了一般，眉眼含笑地看着我，似乎是意识到封爵还在场，
立刻又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。哎呀，爵哥的答应我今天要载我，那谁来载云小姐呢？就是他不阴阳我。其余人纷纷也对我退避三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反应过来他们在说什么。香车配美人，他们少了一个人开不了局，所以封爵才会带我来。可是在场几个人没有一个愿意载我。我喉头一梗，像是被人捏住了命运的喉咙。所有人都在讨论由谁来载我的时候，封爵已经把江清月扶上后座，其余人丝毫不忌讳我，不停地在调笑二人。这么久了，爵哥的偏爱还是只给清月一个人，那可不，花1000万放一场烟火，这让人头皮发麻的浪漫哦。封爵最好的朋友傅子阳还故意刺激我，看清楚了吗？你在爵哥眼里什么都不是，清月才是他的心头挚爱，乖乖让出封夫人的宝座吧。此话一出，气氛瞬间变了味。是的，我还是封爵名正言顺的妻子。所有人的目光再次回到我的身上，全是抱着看好戏的样子。我死死攥住裙摆，强忍着不让眼泪当场落下。为什么我都愿意退出了，还要特意带我过来让别人羞辱我？封爵玩世不恭地看着我，嘴角似有若无地扬起微笑。这一瞬间，我仿佛释怀了什么面子不面子的。我在封爵那里何曾有过面子？勾起唇，我也一样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，对挑衅我的傅子阳说道：“你错了，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替身，为什么要入他的眼？”我的言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封爵也听到了，他沉下脸来，似乎是不高兴了。你在这里甩脸子给谁看？江清月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捂嘴惊呼：“不会是因为爵哥给我放了一场烟火，嫂子生气了吧？”多事，他这句话摆明了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对他而言根本不值一提。泥人尚有3分脾气，刚想转身离开这个修罗场，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扔到我的怀里。抬眼望去，是一个一直没说话的男人。他起身：“会骑车吗？”我愣愣的没反应过来。封爵玩得好的几个世家公子我都认识，可是这个男人，我在脑中思索了一番，确实是没见过。一旁的人嘲笑：“陆彦石，你是真不心疼你的顶配川崎呀？”陆彦石走到我面前挥挥手，问：“你呢？会不会骑车？”这还是第一次，封爵的朋友会给我台阶下，本不想较劲的，可是我看见封爵皱起了眉头，和江清月不假掩饰的不开心，离开的步伐转向陆彦石：“会一点，行，别出车祸就好。”说罢，陆彦石就跨坐在了后座上。看见别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不是应该男的骑车，女的坐在后面吗？怎么反过来了？不等我反应，哨声已经响起，我只能先启动车子。败者烧车，赛车的规矩我还是懂一点的，可我只是会骑，根本不敢加速，只能追着人家的尾巴。陆彦石不知何时已经附身压住了我。想赢吗？我不自然地点点头。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过于暧昧了点。谁知他握住油门一拧，车子一个加速，吓得我缩进了他的胸膛。原本落后不少，在陆彦石的技术加持下，我们得了第2。冲过线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地从车上下来。陆彦石太乱来了，他根本不带刹车的。好几次我都感觉自己要摔下车子了，都是他大手一捞，给我捞了回来。还没从惊心动魄中回神，我的手被狠狠攥住，转头一看，是封爵。他此刻脸色非常难看。爵哥，你去哪？爵哥！无论江清月如何在后面焦急地呼喊，他都不回应，阴沉着脸，几乎是拖拽似的把我带走了，直到把我狠狠甩进车里。
他才停止了对我的粗暴。谁允许你上别人的车的？真搞笑！他把我带过来，然后在江清月，我不上别人的车，难道和他挤在一起？别忘了你还是封夫人，少给我在外面拈花惹草的。封夫人，我不禁想要发笑。谁承认了？媒体，还是你的那些兄弟？还有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字了。封爵的脸黑成炭，阴沉的要滴水。当一个人释怀后，其实就已经不在意那个人的态度了。偏偏封爵不肯放过我，他命令经纪公司停了我的所有工作，包括我正在拍的戏，也都全部替换成了江清月。当我给那些合作商打去的电话追问的时候，人家甩出一句都是封总的安排，左右您和江小姐很像。封总也说不碍事的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些年来我有多卑微。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，全都是依靠封爵得来的。他一步步把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18线小女星捧到如今封夫人这个地位，一句话也能让我从天堂坠落到地狱。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，我必须摆脱封爵，不然我要受他辖制一辈子。电视上播放着那天的让人瞠目结舌的烟火盛宴，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我和封爵第一次相遇的时候。那是新年，他为了博得好名声，特地亲自去孤儿院送来生活用品。我那个时候带着一帮小孩在玩仙女棒，转瞬即逝的火光吸引了我全部的视线。焰火熄灭的那一刻，他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你想要一个家吗？或许是那一刻，他开出的条件太诱惑，我握住了他伸出的手。殊不知，那也是我堕入无边地狱的时刻。他砸了不少钱，给了我很多好资源，我也没有辜负他，成了娱乐圈的第2个玉女。上一个则是江清月。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，直到后来热搜上的词条上永远都有小月亮，那时候我才明白一切，但已经太迟。我早就无法走出他给的陷阱。后来的我太痴心妄想，以为我迟早会摆脱替身这个身份。7年的时间让我彻底看清，这个男人给不了我一个家。在我踌躇如何摆脱封爵的时候，一通电话给了我新的希望。云小姐，有兴趣参演黄导的戏吗？是陆燕时打来的。左右封爵也不会来找我，他还断了我所有的工作行程。如今有人愿意用我，还是大名鼎鼎的黄导，我自然无法拒绝。距离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正在收拾东西，封爵来了。他轻车熟路地输入密码，打开房门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知道错了吗？没听见我回应。他抬起头，这才发现我准备出远门。你要去哪？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整整10天，他断了我所有的工作，只是为了让我认错。我有什么错？第一次，我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我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。去哪里不用和你报备，你这是私闯民宅，请你立刻出去。封爵耻笑一声，你说那堆废纸，我一早就撕了，你浑身上下哪一样不是我给的？你想离婚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把手上的东西狠狠一摔。封爵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回去做好你的封夫人，之前的事情我可以原谅你。真是可笑，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需要他原谅？不可能！封爵气急，直接甩手走人。你别后悔。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停了我所有的工作而已，要不就是和我冷战。反正他的白月光也回来了，他也不需要我了，能就此结束最好。这次拍戏在深山里，手机讯号极其差，全然不知网上已经翻天覆地。5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心扑在拍戏上，直到拍摄结束，我终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低头刷手机，
看到红彤彤的热搜第1名，景浩深夜出入医院，疑似怀孕。景浩封总将影后好事将近。景浩想不到封爵动作这么快，不过也好，这样就能顺利和他离婚。我想他也舍不得江清月大着肚子还没个名分。刚走出楼梯间，就看见封爵出现在我家门口。见到我，他烦躁地灭了烟，上前死死拽住我的手。这2个月你上哪里鬼混去了？手被捏得有些发疼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封爵似乎总是这样暴力对待我，无论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，是我太容易得到，所以不用珍惜是吗？甩开他紧攥的手，揉着发红的腕关节。我去哪里？还不用向封总报备吧？他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。回家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可我又不欠他的，为什么要听他的命令？无视封爵。我拉着行李箱准备直接回家，他又拉住了我，不过是拉住了我的行李箱。我和他抢，但是力气不及他，行李箱不知怎么的摔落在地，里面的东西全都散了出来。看到漫天飘落的纸质剧本，封爵知道我去拍戏了，他扯了扯嘴角冷笑。我倒是不知道，谁还敢找你拍戏？上前捏住我的下颌，迫使我抬头看向他，勾搭上新的金主了。我挣脱不开，干脆直面他的怒火。是又怎么样？你管得着吗？怎么只允许你和江清月卿卿我我，不允许别人欣赏我？他的眸色深了又深，拉着我的手，硬是把我拖上了车。我实在是想不通他到底想干嘛。只见他怒气沉沉地转动手上的婚戒，我挺好奇的，他还戴着干嘛？不怕江清月和他闹情绪？没等我多想，封爵率先开口：陆燕时给你找的工作，他怎么知道？我心中一惊，但我面上没表现出来。和你无关。他笑出声：和我无关？你以为他为什么找上你？我虽然不知道陆燕时为什么找上我，但他能顶着封爵的压力给我一个通告就够了。因为你是我的女人。哦，是吗？那他怎么不找江清月？他眸色一沉，没有再说话。车子开了大概20分钟，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带我来了商场。走进一家高奢店，他把我丢给了造型师，然后就在旁边看起了杂志。我像个玩具一样被比了好几件衣服，最后在封爵的点头下选中了一件白色的晚礼服换上。其实我向来不适合穿白色的，也不适合淡妆。看着镜中和江清月8、9分像的我微微皱起眉头。一旁的造型师还在不停地夸赞：您真的很适合这套衣服，还是封总有眼光，是吗？我不觉得。指着一旁的火红色礼服，我倒是觉得我更适合这件。造型师有些尴尬地看了封爵一眼，这套已经有人定了，无所谓，反正封爵也不会让我换的。又是沉默的20几分钟，快下车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，今天是陆燕时他爷爷的生日，你最好不要搞事情，安心做好你的封夫人。这还是封爵第一次带我来这种公众场合，我还以为他会带江清月，就当是最后陪他演一场戏。我挂起职业微笑，挽住了他的手臂。有封爵在的地方，就好像有聚光灯一样，他总会是众人的焦点。刚进会场，就有不少生意伙伴围了上来，整整1个小时，我脸上的肌肉都要颤抖了。许是封爵良心发现，拍了拍我的手，让我自由活动去。出了剧组到现在，我都没吃上一口饭。看见不远处小蛋糕区，我一头扎了进去。还没等我吃进嘴里，一杯红酒泼在了我身上。不好意思，是我没看。云小姐抬眼望去，是江清月，她依旧是一袭白色晚礼服，浅浅微笑。呀，你的礼服脏了，怎么办？眼中是不假掩饰的得意。
手上忙不迭地帮我擦拭，但污渍却越擦越大，能怎么办？礼服是现场买的，封爵自然是不会给我准备另一套的，我只能顶着脏了的晚礼服走完这场宴会了。但我也不想这么吃个哑巴亏，推开他的同时，把手上的蛋糕抹在他的晚礼服上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小心把你的礼服弄脏了。他的笑容有些挂不住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是我不小心弄脏你的衣服在先。”突然，江清月像是京剧变脸似的，给我鞠躬道歉：“对不起，云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一定是封爵忘了过来，不然他做出这番腔调干什么？都是千年的狐狸，在这和我谈什么聊斋？”果不其然，封爵走了过来。怎么了？江清月眼泪汪汪地望着封爵：“爵哥，我不小心弄脏了云小姐的礼服。”一旁不知道哪里窜出来的傅子阳替江清月抱不平：“清月是不小心的，但是我看见云清离故意把蛋糕抹在清月的礼服上。清月这种女人，你没必要向她道歉。”封爵还没说话，傅子阳像个跳梁小丑一样跑出来说三道四：“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”一句“我原谅你了”，瞬间让江清月破防，她的脸庞抽搐了一下，眼神恨不得要吃了我。看着封爵要开口，江清月准备施行她的老招数，想要装身体不舒服。我抢先一步：“我有些累了，先走了。”说罢火速离开，没心思看他们演戏。这个事情被好事者录下来，放到了网上，掀起轩然大波。网上对我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不过我并没有太在乎。1个月后是评选影后的时刻，我带着黄导的电影强势杀进决赛。这个时候，封爵再一次找上了我：“闹够了没有？推出评选，把奖项让给清月，你就还是封夫人。”想必是江清月很久没有出代表作，着急了，就去找封爵吹了枕头风。我拨弄着刚做的指甲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封总，我并不想继续做封夫人了。你要是一直拖着不肯和我离婚也没关系，怕就怕江清月的肚子等不起。”说罢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真搞笑，凭什么要我让？红毯上，我挽着陆燕时的手出现，一改之前的白色丧葬风。我身着一袭红裙，大方出场。不远处，看见晚上江清月的封爵脸都绿了，没太在意他们。毕竟封爵因为力捧江清月，已经引起网上不少人不满。评选结果出来，我毫无疑问地斩获影后宝座。江清月气得在台下牙都要咬碎了，但面对镜头不得不强颜欢笑。这才哪到哪，好戏还在后面。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，我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台下的2人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生命中的2位贵人，一位是陆先生，是他介绍我认识了黄导，才能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；一位是我的准前夫封先生。台下一片哗然，毕竟封爵和江清月一直很高调，全网都以为他们是一对，但是他们没想到封爵已经结婚，并且离婚了，对象还是我这个饱受争议的景浩小月亮。景浩更没想到，我竟然堂而皇之地把这件事搬上台面。听闻江小姐已经怀有封先生的孩子，在这里我想对封先生说，是个男人就赶紧和我离婚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江小姐肚子里的孩子。爆了个大瓜，我抱着我的奖杯抓紧溜下台。封爵的公关团队立刻在网上澄清，说他和江清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和我离婚了，下面还附上了那个离婚协议书。但网友并不买账。我记得那个轰动全称的烟火会，
不就是这份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日期吗？哇，把我们当傻子！这边刚和前妻离了婚，另一边立马就给别的女人放烟火。时间管理大师啊，小三就是小三，装什么装？封爵的公司受此次事件影响颇深，一时间不少合作商都和他解约，理由是无法接受和一个品德有问题的人合作。而我因为斩获影后，跻身一线，从此事业顺畅到不行。后来我是有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，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他开口了。我后悔了，我反手就把电话挂了。没有人会在原地一直等他，我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